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赴山海，挑战经典，催泪新武侠。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爆款，背后有一套非常成熟的逻辑架构。首先，他牢牢把握了观众对武侠题材的热情，同时紧贴当下娱乐圈的热点，结合明星阵容和制作细节制造话题焦点，激发读者的共鸣和讨论欲望。整个内容的核心信息是明确而完整的，介绍即将播出的武侠剧《赴山海》，背景为南宋抗金时期，由著名武侠作家温瑞安原著改编。事件时间点定在首播当天，地点主要集中在影视制作现场和演员阵容，背景则涉及剧集制作投入巨大、特效团队强大以及明星阵容亮眼。关于固有信息部分，这里引用了官方宣布的数据，比如云南372个场景的实景拍摄，特效由流浪地球团队负责，以及演员阵容中的大牌明星。这样的信息为文章提供了权威性，也增强了观众对剧集品质的期待。在可替换或补充内容方面，作者借用了行业内类似高投入武侠剧成功案例，比如近年来热播的《陈情令》《山海情》等，通过对比突出《赴山海》的制作水准。此外，还提到港圈老牌演员如张智霖持续保持高水准，这种文化积淀和实力派的引入，为文章添加深度，也能引起观众对经典传承的共鸣。此类背景信息可以用更符合当前热点的话题替换，如国内外新兴武侠 IP 的发展趋势，或中国影视产业链升级带来的新变化。争议话题方面，文章巧妙设置了新旧交替的讨论点，年轻演员与资深演员之间的演技差异，传统功夫与现代特效之间的关系，以及经典老戏骨在当代市场中的位置。这些都是激发讨论、引发情绪共鸣的重要因素。例如，可以调整为年轻偶像能否担纲硬核武侠，或者老一辈港星与新生代之间谁更具魅力，从而制造话题冲突，让读者有更多参与感。在观点表达上，作者态度偏向肯定与尊重老一辈艺人，同时也认可年轻一代的努力。这种平衡既满足大众对传统价值的认同，又不失对新鲜血液加入带来的期待。语言上采用较为平实却富有激情的叙述方式，比如描述成一行云流水的动作，与张智霖沉稳凌厉的气势形成鲜明对比，有效强化了视觉冲击和人物魅力。结构方面，文章采用逐步展开的方法，从介绍剧情背景，到明星阵容，再到细节解读，再到行业背景分析，每一步都环环相扣。开篇设有悬念式的问题：这部投资如此巨大的剧集能否成为新武侠标杆？激发读者好奇心。中段通过具体细节增强说服力，结尾再抛出未来展望，引导评论。写作手法上，作者善用名人言论，引用经典角色进行类比，以及采用详细描写打造画面感。这些手法共同营造出一种专业而亲切的氛围，让读者觉得内容既有深度，又贴近生活。近年来，武侠题材似乎在荧幕上经历了一段沉寂期，观众曾感叹真正的武侠难以再现，江湖豪情逐渐被玄幻与仙侠取代。然而，就在这种背景下，由温瑞安原著改编、程毅主演的武侠新剧《赴山海》横空出世，以恢宏的制作投入和真切的江湖情怀，再次点燃了人们对新武侠的热情。这部剧为何能在众多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，甚至在尚未播出之前就已成为热门话题？背后有着极为成熟的逻辑架构，抓住观众情感需求、武侠情怀与家国热血。首先，《赴山海》选择了极具情感张力的时代背景南宋抗金，这个历史节点本身便承载着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，
而武侠故事中的侠与义天然与这种背景契合。观众在剧情中不仅能看到快意恩仇的刀光剑影，更能感受到家国与个人命运的紧密交织。在如今的影视市场，单纯的爱情或动作已经难以满足观众，而家国情怀与江湖侠义的结合，则完美击中了大众情感的深处。这种氛围让拥有了强大的叙事张力。明星阵容与角色反差，诚意携手张智霖。演员阵容无疑是这部剧的核心卖点之一。程毅凭借《莲花楼》一跃成为新武侠代言人，他细腻的演技、干净利落的打戏和深沉克制的气质，与南宋背景下的年轻大侠角色高度契合。而张智霖作为港圈资深武侠代表，气场稳重，气质沉雄。他的加入不仅是对经典武侠的一次致敬，更是对江湖传承的具象体现。年轻演员与老戏骨同台，不仅让人对表演火花充满期待，也制造了极强的话题性。新生代能否接过武侠的火炬？这种代际合作的设定，既让年轻观众有代入感，又勾起年长观众的怀旧情绪，最大限度扩大了受众群体。硬核制作、实景拍摄与顶尖特效。如果说演员是吸睛的表层，那么制作团队的用心，则是这部剧能否立得住的根基。富山海在云南实景拍摄了372个场景，山河壮丽，江湖辽阔，为剧集营造了极强的真实感。比起绿幕棚拍，这种贴近自然的取景方式更容易让观众沉浸其中。此外，剧组邀请了曾负责的特效团队加盟。传统武侠常常面临动作质感不足、视觉冲击不够的困境，而现代特效的加持，不仅能强化打斗的力度与流畅感，还能让观众在视觉上体验到刀光剑影与山海奇观的双重震撼。高投入与硬实力的结合，使得富山海在制作层面已经领先于同类作品。热点对比与成功案例映射。一篇爆款文章往往需要把个案与行业趋势联系起来。作者在文章中巧妙借鉴了《陈情令》《山海情》等高投入剧集的成功案例，强调富山海并非孤立的尝试，而是中国影视在武侠复兴道路上的新一步。通过这样的对比，观众更容易形成既然前作能爆，那么这部也值得期待的心理暗示。行业背景的引入，不仅增加了说服力，也为舆论提供了更广阔的讨论空间。话题冲突，新旧武侠的较量。一部剧想要持续热度，离不开争议与冲突。富山海正好提供了这种天然的话题点。年轻偶像能否撑起硬核武侠？老一辈港星与新生代，谁更能打动观众？传统功夫与现代特效，究竟是融合还是取代？这些问题并没有统一答案，但正因如此，才为网友提供了充足的讨论空间。争议越多，传播度也就越广。写作手法、画面感与情绪渲染。从文章风格来看，作者并未采用冰冷的数据堆砌，而是以激情的叙述制造画面感。比如将程毅的动作描写为行云流水，张智霖的出场则是沉稳凌厉。这种语言上的对比，不仅凸显了人物特质，也让读者在脑海中自然浮现出一幕幕打斗画面。同时，文章在表达态度时保持平衡，既尊重老一辈艺人的实力，也肯定年轻演员的努力与潜力。这种温和又坚定的立场，让读者更容易接受和共鸣。开篇以能否成为新武侠标杆设问，引发好奇。中段通过剧情、演员、制作、行业对比逐一展开，增加说服力。这种逻辑结构紧凑有序，既保证了阅读流畅度，也符合爆款文章的叙事规律。富山海之所以能在尚未开播之前便引发高度关注，不仅是因为它有诚意、张智霖这样的明星阵容和顶尖的制作团队，更是因为它精准把握了观众对新武侠的渴望。它既承载着传统武侠的情怀与传承，
又注入了现代影视工业的创新与突破。年轻演员与老戏骨同台，现实与理想交织，传统与特效融合。这种多层次的对比与冲突，才是《富山海》能够制造话题、吸引眼球的真正原因。或许，当它正式登场时，我们将看到的不只是另一部武侠剧，而是一段关于江湖、家国与传承的全新叙事。它能否成为新武侠标杆？答案终将在荧幕之上揭晓。